全宇宙的华人玩家，你们好，我是聂俊。这次视频呢没有正片广告啊，因为我们这回要广告一下自己的东西。有一小部分观众呢知道我们在某宝有个店铺哈，之前我们的衣服就在这个店铺里卖，但现在衣服的因为授权结束了，不能再卖了，所以呢几乎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卖，因此那个店铺我们也算是散养状态啊，唯一可以卖的也就是联机宝了哈。但是现在呢，我们的某宝店铺大改版啦。不仅视觉和规划上升级了很多，也与 Fanciful 合作，获得了大量高品质的正版授权游戏周边。未来还会不断上新各种硬件，所以有空多到我们的某宝店 Gameker 攻壳商城逛逛啊。其中关于 P5 主题的周边正在热卖哦。看过去年凯瑟琳那期视频的观众应该知道啊，我本来打算在 P5R 发售后呢，顺带回来讲讲 P5，但谁知道计划赶不上变化啊 ，P5S 的口碑反转又给了我一个脱离既定视角啊，重新审视这个系列的机会。无双这个标签在很长时间里呢，都让 P5S 给人感觉像是个小众的粉丝向游戏，包括我自己也一度那么认为啊。直到试玩版配信之后，才慢慢意识到自己的心已经被这个家伙给偷个精光了。谁让 P5S 就是有这个底气呢？剧情上紧接着 P5 结局后的全新篇章，战斗呢则采用了系列从未涉及过的无双体系。要创新有创新，要故事有故事。开头不到1小时内，前后就播了不下4、5个动画，这待遇要说没有开后门，我是不信的。估计现在这时候 P5R 已经在去做亲子鉴定的路上了。我知道阿特拉斯有给 P 系列出加强版的习惯，也发售过各种类型的 P 系列的衍生游戏，但像 P5S 这样以正传宇宙的名义去挑战实验性质作品的案例，还真是头一遭啊。所以，既然要聊 P5，那就让我们借着 P5S 的话题，把这新欢旧爱的故事一起给讲了吧。首先，明确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P5S 到底是什么样的游戏？真就无双吗？不，起码不是大家以为的那种选个关卡进入大地图，一顿割草，寸步不让，干翻全场的无脑游戏。准确来说 ，P5S 是一个战斗借鉴了无双的传统 JRPG。如果大家有玩过《勇者斗恶龙英雄2》这款游戏的话，可能会比较好理解我说的类型定位。不过 P5S 比英雄2的改动更加彻底，更接近于原版 P5 的游戏定位。UI 场景、过场、例会、熟悉的音效、熟悉的街道、相同的交互逻辑，还有路人永远都不配拥有的五官，一切都是如此让人怀念。闭上眼，我作为9剑提督一战成名的那个情人节，似乎也还真实的不像是3年前的事情。大部分 P5 中能看到的东西都被重新复刻进了 P5S， 以至于这款游戏只要不进入战斗，看起来和 P5 几乎没啥区别，傻分不清楚啊！完全无法想象这是由光荣代为开发的。特别是打开游戏的菜单界面后，一看这灵动的设计、大胆的色块、毫不收敛的光污染，还有那六亲不认的角色 pose， 就知道还是那位啊！用 UI 动画来强行延长游戏时长，能干出这种事情的，估计也就阿特拉斯了。P5S 的本质定位还是 JRPG， 因此游戏的流程遵从的也是剧情、迷宫、养成这种最传统的模式。所以本作和 P5 一样，有着多个巨大的迷宫可以攻略。当然，如果说硬素质的话 ，P5S 的迷宫质量并没有 P5 那么精致。毕竟作为一个触发战斗后进入无双的游戏，很明显场景设计都是往大了走啊，不少地方都故意腾出空间供人干架，难免会审美疲劳。而且迷宫的攻略方式也没有 P5 那样丰富多彩，目标基本上可以总结为找高塔。但这一点其实也是结合了这次剧情的设定啊，在剧情上是说得通的。只不过因为涉及剧透我就不展开来讲了。但是请注意，迷宫做的不如 P5 也没什么好丢脸的，因为 P5 本身的水准就很高，比它差得多了去了。哪怕是很多制作成本远在 P5 之上的大 IP， 单论迷宫这一项也不见得就更好。P5S 的迷宫虽然斗不过自己的老大哥，但放在市场上也是班里的尖子生啊。每个迷宫缓缓推进，中间有大量剧情铺垫，加上怪盗身轻如燕，各种上窜下跳，关卡在立体层面上也有不少拓展，时不时还会出现特殊互动和解谜环节，像是横版关卡、隐藏机关、雪山滑雪、窃听对话，以及少量后期才能回来打开的特殊宝箱。这些调味料都让 P5S 的迷宫不是那么单调，尤其是考虑到光荣在制作大而空洞的地图这方面有着惊人的天赋和经验。P5S 的表现可以说是让我非常欣慰啊，但有一个缺点就有点哭笑不得了。
这游戏迷宫里的剧情演出实在是有点太多了，特别是前期，反而感觉是在剧情里插播战斗啊，5步一个小提示，10步一个大剧情，这是要去布达拉宫朝圣吗？似乎开发组觉得没了感叹号玩家就不知道往哪走一样。我正想说，教练你就放过我吧，我是个熟人，我真的只想多打几只怪。所以还是那句话，过犹不及啊！太过照顾玩家的上手过程，可能反而会适得其反。剧情上 P5S 的故事发生在 P5 结局后的半年，注意是 P5 的结局，不是 P5R 的结局。所以不要问我为什么眼里有眼泪啊，因为方泽夹了大腿，我是真的想抱也抱不到啊。然而这还不是最惨的，最惨的是 P5S 取消了 P 系列特色的社群系统，也就是那个需要规划日常生活，总是被莫娜强迫睡觉，有机会让广大玩家登上人生巅峰，成为9剑提督的泡妞系统啊，它没了。所以我们不但见不到方泽霞，也见不到女仆班主任、药神五剑杀、呆萌占卜师、酒鬼女记者以及奇魂东乡妹，真是9剑直接成了大半啊。好在作为交换，我们至少获得了名为索菲亚的人工新智障。虽然他这一身酷似白色橡胶的紧身衣造型，时常会让我怀疑他是不是米其林轮胎和苏菲立体贴身的联动大使，但他那蠢萌的性格还意外的让人心动啊！什么？你说还有个新角色啊？那个警察大叔是吧？有点像。他pass 好吧，其实他的角色塑造的还是蛮不错的啊，大家可以去游戏里体验一下，我就不剧透了。我知道很多人会在意社群系统的取消，但 P5S 毕竟是个实验性质的作品。阿特拉斯最初真的只想委托光荣做个无双游戏，只是后来剧本越写越多，才慢慢改成了 ARPG 的方向。所以没有反而是正常的。而且社群对于 P 系列不只是一个系统那么简单啊，它会影响很多东西，不是说加就加。这个等到后面讲 P5 的时候我们再来细说。至少好消息是，对于那些还没有或者懒得再打一遍 P5R 的老玩家来说，大家可以完全无缝衔接上 P5S 的故事。而且这次的剧情也不再局限于本片的东京地区，主角团会利用暑假时期通过自驾游前往仙台、冲绳、大阪等日本多个有名地点，并在当地展开相应的故事剧情，甚至还囊括了 P5R 都未曾收录的温泉惨案。要知道这个福利算是正统作品的梗了。当然相应的，如果新玩家没有玩过 P5 或者 P5R， 那对 P5S 的剧情理解是一定会打折的。不要相信制作组说的零门槛的鬼话，门槛是肯定有的。如果比较在意剧情体验的完整性，那么有条件的话，看动漫也好，玩游戏也好，哪怕是云一下也好，个人是非常建议补一补前面的剧情的啊。毕竟把 P5S 的 S 翻一下就变成另一个东西了，这难道还不够说明问题吗？那为了严谨，这段的标题我加上了可能2个字，但要更严谨的说，我觉得 P5S 是本世代最好的无双改编游戏，无之一有趣的是 ，P5S 也是无双改编游戏中最不像无双的那一个因为 P5S 真正做到了将无双作为一种形式而非目的去使用。阿特劳斯这款游戏的目标是将回合制 P5 的战斗乐趣在无双中尽可能重现出来。毕竟如果只想要一骑当千的话，我前面讲的所有系统 P5S 都没有必要了直接给玩家满地图的敌人，难道不比现在这样爱的魔力画圈圈的战斗更无双吗？那么问题来了， P5 的回合制战斗它的魅力如何重现我想关键词有2个，决斗和流畅。女神异闻录是真女神转身的分支，而后者除了黑暗的故事基调外，并不友好的难度也是它的一大特征。如果要形容真女神转身的战斗，我会将其称之为死斗。这是种高压力、高风险，甚至连探索地图本身都极具压迫感的游戏体验。这方面，女神异闻录系列就要柔和很多随着系列演变到 P5 这一代，游戏的难度曲线已经在紧张和困难之间找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平衡点。和传统 RPG 一上来只给玩家安排一个史莱姆所表现出来的慢悠悠不同， P 系列追求的是敌我双方的动态对等，玩家很强，敌人也很强。等等，史莱姆其实是很强的，策略运用得当，玩家可以轻松 SM 对方，但同时如果轻敌，敌人也能把玩家吊起来抽。高手过招，胜负在一念之间的战斗体验，就是 P5 标志性的决斗。所以有时候看别人玩 P5 会觉得怎么放个技能打个弱点就赢了，好像没啥难度啊。然而只有在玩的人才知道，现在的从容不迫是建立在对危机的理解之上的，而玩家可以打出这道组合拳，也并不代表有足够的 SP 可以支撑一直采用这样的策略。迷宫的长度和敌人的未知都为后续迷宫的攻略形成了压力，这就是真游戏和云游戏的区别那说回 P5S，
为了重现 P5 的决斗感 ，P5S 干的最贱的事情就是大幅提高了敌人的攻击欲望。我已经很久没有在无双游戏里看到那么称职的敌人 AI 了。遥想当年老无双也有过颇高的难度，但如今已经被嘲讽为割草游戏。所以，如果以现在无双游戏难度标准去体验 P5S 的话，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各位，尽管割草吧，你会被打出翔的。精英敌人更是毫不手软，各种技能往脸上拍，而且和 P5 一样，敌人是可以击中玩家的弱点来强制倒地的。对于这群大脆皮来说，会打到玩家怀疑谁才是主角啊！还记得如龙7那期视频里，我说如龙7的经济系统缺少了约束吗？ P5S 刚好就是它的教学案例。在 P5S 里面刷钱也挺容易的，但游戏一是采用了库存限制，每次购买的数量有限跟预约买口罩一样。道具的功效也普遍不高，一瓶蓝药基本也就够放一个技能。虽然有提高道具恢复效果的被动技能，但是不到后期道具能提供的效果都很有限。所以本质上 P5S 还是一款需要着重考虑 SP 分配的游戏。越是后期，就越会发现它和 P5 很像啊。平常一个偷袭触发总攻击直接搞定，看似很无脑，但要是偷袭失败或者遇到精英怪，又会手忙脚乱，消耗大量 SP， 可以说是一种带着风险的爽快。但做到这一步还不够彻底啊，因为 P5 还有第二个关键词流畅啊！什么回合制游戏还有流畅啊？但是没错，这就是 P5 战斗的重要魅力之一。这个优点是到 P5 这一代才建立的，因为这个流畅不是任何单一机制而产生的，是 P5 的 UI 设计、招式动画、角色看令、镜头运用、偷袭演出，甚至是攻击轮换时一闪而过的翻页效果，是游戏里所有的战斗细节设计的综合起来所营造的宛如怪盗气质一般的高雅的流畅。如果要在动作游戏里还原 P5 的流畅，我能想到的是但丁被剪那种画面。然而这毕竟是个无双游戏啊，要求不能太高的。所以 P5S 的做法是用机制去模糊玩家的操作。这个机制既有 P5 本来就有的，比如弱点攻击的 One More 倒地之后的总攻击，一键触发自动吸附，也有光荣自己特色的无双必杀。而且无双必杀槽正常积累是很慢的，但是只要拍手换人后，就会有一段争议时间。这个设计一来鼓励在攻击中换人，二来和 P5R 中大幅增强拍手换人的设计思路保持一致，强调团队协作。加上场景中还附带了很多能强力攻击的道具，队友又会随机发动特殊的友情换人，所以熟悉了机制之后，很容易打出以下的连招开战偷袭总攻击，召唤人格面具触发属性弱点 ，One More 一键追击后，队友正好提出了友情换人，又是一个拍手攻击，击飞敌人，撞上场景道具，引爆一辆汽车或砸一个吊灯，直接强制破盾。接着换回起手的人进行人格面具攻击，直至打出特殊总攻击，观看演出。操作得当的话，又刚好沾满了一个无双大招，从而实现对敌人的完美压制。看到没有？论单个角色的操作 ，P5S 并没有比别的无双华丽多少，但游戏就是提供了各种弹出式的机制，去打破玩家一成不变的操作，在感到乏味之前获得了变通，自然而然形成了一套视觉上的华丽流畅，但操作上却只是在利用机制的团队式的战斗方式。再配合 P5S 超高水准的配乐，旋律一来，那感觉就是哪怕天塌下来了，老子也能顶回去。P5 的音乐本身就有很强的摇滚风，无双系列又以电吉他摇滚见长，强强联手之后的 P5S 更是嗨出了大气层。还记得试玩版的时候 ，P5 的觉醒专用曲 Keeper of Lost Remix 版一出，我就知道没办法了花钱消灾吧。P5S 不是一款完美的游戏，但它的战斗的确满足了我对怪盗团的幻想。演出华丽，潜行干脆利落，队友配合天衣无缝，利用所有可用的资源，在最激烈的高手对决之中，带着叛逆的傲骨，用最优雅的姿态将你的心收入囊中。而实现所有这些的，居然还真就是那个总被调侃、总被看低一眼的无双系统。看了这款优秀的作品，我深刻地意识到固有思维的可怕。无双就真的只是个无脑割草吗？不做开放世界就只能靠增加人数吗？不 ，P5S 为无双证明。游戏类型没有好坏之分，限制想象力的或许正是我们自己的偏见吧。最后这一段是一键3连送的不是很多人叫我们聊 P5 吗？那就趁这个机会，但是就不细说游戏的系统了，而是以我个人的角度聊聊我们为什么喜欢这个系列。为什么喜欢 P5 呢？人设骚气，
音乐爆炸，战斗爽快，又或者光是允许攻略妹子这一点，可能就足够击垮广大玩家的心理防线了。但大家不妨这样试想一下，假如 P5 的人设很普通音乐中规中矩，战斗也只是最平凡的回合制，再怎么升级妹子的社群也无法恋爱，甚至走迷宫都是单一的素材不断循环。别说 P3、P4 的迷宫还真就那样的。那这样的 P5， 大家觉得还有闪光点吗？我觉得还是有的而这个特质也是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迷恋这个系列的重要原因，那就是一期一会的青春。大部分人对 P3 前后新旧两代 P 系列的看法，普遍是 P3 之后系列更时尚、更阳光，新玩家上手更友好，诸如此类的评价，这确实没毛病。但从游戏的根基上来说，我觉得 P3 之后这个系列最大的变化是从一个单纯以青少年题材为背景的冒险故事，转向了一个披着冒险的外衣，实则以展现当代青少年生活为核心的游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我想表达的，或许我们换个更简单的说法，在传统 JRPG 游戏里，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游戏本身就非常少，基本上叫得上名号的都是幻想主题。哪怕少有的以学生为主角的游戏，各位觉得那些真的是学生吗？他们需要每天按时上学吗？上课会被老师点名回答问题吗？放学后需要参加社团活动吗？会约上朋友去家庭餐厅补习功课吗？会瞒着老师偷偷打工赚外快吗？不，他们当然不会，因为那些游戏不需要他们本来就没打算让玩家扮演学生，比如说高中生了，设定成幼儿园都没有问题，反正各位只要负责拯救世界就行。当然，作为游戏《女神异闻录》的真实也是有限的，一样会有夸张，会有美化，会有不切实际的巧合，但至少我们可以把平常的经验带入到游戏里。就像我直到今天也忘不了第一次玩 P4 时，脑海里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怀念。陌生的偏远小镇，寄住在亲戚家里的小小不安，信息闭塞下的淳朴生活，周末的电视购物，晚饭时间的新闻报道，所有点点滴滴都正好是我经历过的。所以我对 P4 的感情比 P5 更强不是因为 P4 比 P5 好玩，而是因为 P4 的世界和我的人生有着更多重叠。但时代是进步的，概念也在变换。哪怕我从没有经历过 P5 里那上课玩手机的高中生活我们那时候都是传纸条的，但在看这期视频的观众里，在 P5 新一代的玩家里，一定有经历过的人。而未来下个世代的玩家，他们的青春，他们的回忆，则会有新一代的女神异闻录去负责演绎。看看这个游戏真正的英文名叫什么 Persona 人格面具。什么是人格面具呢？就是外界和自我认知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对人格面具的描写，也就是对环境以及自身成长的记录。在明白了这层逻辑之后呢，再回头看 P5 的系统会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要这样设计。比如为什么有5维和社群系统，因为游戏不想让玩家觉得打怪就是这些人的全部。无论怪盗多么炫酷，无论我们在虚构的迷宫里击杀多少怪物，那都只是游戏里的幻想。现实不会因为揍翻了压制田就停下脚步。所以发现没有，队友的人格面具是否进化和我们打怪等级没有关系，只和社群等级挂钩。只有在现实中花时间和他们相处，经历他们的烦恼，打开他们的心结，让他们作为现实中的人的心智得到成长之后，人格面具才会破茧而出，展现全新面貌。为什么 P5 的迷宫做得好？因为他把人格面具理论充分融入其中。P5 的迷宫不光在形式和玩法上体现了迷宫主人的心理状况，更在剧情层面着重强调了现实与虚幻的主次之分。所以纵使主角团有通天本领，只要不在现实中说服双叶自愿打开房门，玩家也永远无法进入象征着双叶内心的金字塔最底层。这里没有传说的大师之剑，没有人是命中注定的勇者，他们的强大源自内心的成长，而内心的成长则来源于努力想考出高分的期中考试，照顾植物的温柔，去澡堂泡澡获得的魅力，来源于玩家和 NPC 度过的每个特殊事件，来源于我们生活中经历过的每一件平凡之事。这不是异想天开的设定，因为我们自己难道不就是这样在青春里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吗？我们不也是在成长吗？人格面具既是枷锁，也是保护伞。P5 之所以要限制每天的行动力，在一个满是神仙鬼怪的游戏里塑造出一个真实可信的当代青年生活，为的就是想让我们在进入虚拟世界时，可以尽情释放自己压抑的情感，化身怪盗，将道理逻辑甩在脑后，全身心地投入到并不真实的冒险中。
正如现实的我们明白虚拟和现实的区别，才能在享受游戏的同时，又不迷失生活的方向。对于雨宫莲来说 ，P5 的整个冒险也只不过是他生活中的一段插曲。当故事完结，他还是要回到平凡的人生。新岛真和奥春春会步入大学，高卷信继续在学业和工作之间寻找平衡，龙师还在为他糟糕的成绩烦恼。佑介依旧执着于完美的答案，而双叶只要学会走出自己的恐惧。没人能成为英雄，也没有谁能代替他们做出选择。道别之后，生活还得继续。随着海岸线渐行渐远，只有一段名为 P5 的回忆。这世上有太多作品能让我们体验太多传奇的第二人生，但却很少有机会专注于普通人自己的过去。P5 就像是一本时代的毕业相册，年轻的人看到的是憧憬，毕业的人看到的是自己，年长的人看到的是怀念。随着时间的流转，世代的交替，当我们终有一天发现自己看待这本相册的方式发生改变时，它也就终于成为我们青春的一部分了。这个游戏现在只有日文啊，中文要等到6月才会更新，也算是好事啊。最近的游戏太多了啊。它虽然是实验性质的外传，而且还是光荣合作的无双改编。本来我们对这样的性质的游戏呢是不重视的，但是想不到阿特拉斯对这游戏的期望可不只是把 IP 授权出去而已。他们很明显想用这个外传尝试很多东西，所以在系统设计和监督上都做足了功课。而意想不到的是，常年掉链子的光荣这次也发挥出了120%的实力。所以如果你觉得 P5 天下第一，那这个天下第一的无双游戏就肯定不能错过了，绝对正宗原汁原味，还有更加爽快的战斗。而对于还没有入坑女神异闻录的玩家呢，视频的第3段已经阐述了它的核心魅力，我认为这种体验还是很值得尝试的。但是鉴于 P5S 的剧情紧接着 P5 之后，如果想入坑，还是从 P5 开始吧。OK， 最后 P5 的官方授权正版周边正在我们的某宝店热卖啊，搜索店铺 Gameker 攻壳商城。如果你喜欢 P5，一定要来逛逛啊！全新的 Gameker 商城，超多的正版周边，只为榨干你的钱包，不是，是丰富你的生活。哎，说漏嘴了，算了，Gameker 总在，我是年军。